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北美韭菜日记，我是九九。转眼间，这2021年已经过完一半了。今年投资美股的朋友们，应该是有人欢喜有人忧。坚持传统价值投资的朋友，在去年眼巴巴地看着科技股疯涨，今年上半年总算是扳回一局。手里一大把成长型科技股的朋友们，也包括我自己在内，去年数钱数得挺开心的，账号一天刷个好几次。但是今年目前为止，表现可能就没有那么乐观了。前阵子跌得最惨的时候，估计有不少人都是靠着删 app 不看账户撑下来的。不过好在最近1个多月里，科技成长股这边有所回暖，最能反映这类股票代表的 ARK 基金5月中旬底部到现在，短短1个半月的时间已经反弹了 30% 了。虽然今年整体回报率上依旧是落后于大盘将近15个点的，但是如果这个涨势能持续下去，追上大盘，甚至在下半年里实现反超，我觉得还是有可能的。木头姐开黑wood是我频道里的常客了，老观众们也都知道，在市场动荡的时候呢，我一般是很愿意去听听他的一些见解的。我追踪 ARK 基金，追踪开黑wood这么久了，毫不夸张的说，到目前为止，我发现开黑wood对于宏观经济层面上的预测准确率接近100%。远的就不说了，就说今年3月份国债收益率刚开始飙升，整个市场都担心恶性通胀即将要来临的时候，他是第一个跳出来和市场对着干，说通胀只是暂时性的。投资者对于成长股抛售的力度有点过激了。而且他不仅光是嘴上说，如果你关注他们交易记录的话，会发现越是这种时候 ARK 的交易风格也就越激进，买的全是一些被市场最不看好、跌幅最大的股票。这类股票也被 CNBC 的 Jim Cramer 亲切地称为 Wood Stocks 木头股。来看一下在他5月12号的节目里是怎么评价开黑wood以及木头股的。 Nobody! Kathy was fantastic at identifying stocks like Twilio, okay? But they're not stocks for all seasons, people. You don't just want to... No, they're not. Let's stop pretending. They don't work in this environment. And as I learned 40 years ago at Goldman Sachs, they really don't work in any inflationary environment where bond yields are on the rise. Wood knows that too. She's upfront about liking these names for the long haul, but the market's impatient. I think they could have quite a bit more downside before they turn around. 这期视频播出的时间是5月12号，可以说是 ARK 今年最黑暗的几天了。股票再度跌破3月份的最低点，一度跌到了100美金以下了。我当时看了 Jim Cramer 那副嘴脸之后，也是有点上头，再加上很多黑粉说一些乱七八糟的，然后当天直接是视频录到一半就不想录了，还在视频里大言不惭的放话说要教市场做人。大致来感受一下我那天的心情。突然没心情继续聊了，今天就暂时先聊这么多吧。今天这种程度的大跌，大家心情可能都不会太好，但是说实话，如果不是我在做视频，股票账户里套的这钱对我来说根本不算啥，账号一关，两眼一闭，不去想就完事儿了。做了视频之后呢，尤其是自己看好的股票跌了，经常就会有人抱着看笑话的心态来和你抬杠，或者是暂时亏钱了就来找你发泄发泄的。不管我再怎么去分析，去和他讲逻辑讲证据，都是对牛弹琴。本来嘛，股票市场就是成王败寇的，涨了你就是牛逼，跌了你就是垃圾，管你是巴菲特、开黑wood还是哪个财经博主。不过大家也放心，暂时来看呢，我还是扛得住的。既然选择了抛头露面在网上讲股票，我就也做好了心理准备。我自己也不是轻言放弃的人，以后该出视频还是会出，该讲我的 Wood Stocks 也还是会继续讲。我倒是要看看1年以后到底是市场教我做人，还是我教市场做人。很不好，大家千万不要和我学。做股票投资这么情绪化，有时候还是会影响判断的。但如果你当时是因为听了 Jim Cramer 的就割肉去追通胀受益股了，那真的是完美的割在了底部。当然了，对于通货膨胀这种宏观经济事件，我一直觉得是没有人能够预测得了的。开黑wood自己就是学经济的，他肯定也清楚这点。在当时，我觉得他就是在和市场玩一场对赌游戏。大家可以回忆一下当时的情形，国债收益率1个月内翻了1倍，这个对于债市的人来说，就相当于是经历了一次大崩盘。大宗商品价格暴涨，木材期货最高点的时候冲到了1800，比历史最高价还要高出3倍。市场里我觉得应该有大部分人都觉得咱们已经是身处通胀中了，所以这个时候去和市场对赌，赌错了，通胀真的来了，市场已经预测到了，股价也已经反映出来了，你们觉得成长股还能继续再跌多少？但是一旦赌对，那迎来的就是类似过去1个多月的这种暴力反弹。经过这次回调呢，我自己体验最深的就是 ARK 基金真的不是适合所有人玩的。我身边有一些朋友知道我做了财经博主之后呢，总来问我该买什么股票。以前我会很自信的告诉他们说无脑买 ARK 就行了，然后身边的朋友就越来越少了。现在谁再问我，大部分回答就是直接买标普500吧。ARK 不适合很多人玩，第一是因为波动太大，需要很强的心脏；第二就是回报周期太久。
有时候可能是连续跑出大盘1年半载的，然后突然开始发力，对新手来说呢，就很容易割肉割在底部，或者是刚开始发力的时候就给卖飞掉了。相信很多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就是一只股票被套了很久，然后刚一涨到成本价就赶紧解套卖了。开 Wood 是经常通过社交媒体和散户投资者交流的，汇报 ARK 最新的动态以及自己对于宏观经济环境的判断。虽然说他的判断大部分情况下都是对的，但是我发现有时候他的预测对于一部分人来说可能会有点太超前了。去年12月的时候说 ARK 今年会有一次特大幅度的回调，让投资者预留出子弹，然后这个回调在3月份才来，1月2月2个多月的时间里又是 ARK 涨幅最凶的2个月。3月份给出暂时性通胀这个观点，又是2个多月才被证实。好像无意当中发现了一个什么规律，以后木头姐再给出什么建议的时候，大家可以等上2-3个月，然后再去执行就好了。开玩笑哈，逆势操作本身就是一件很难的事，想要准确的 timing the market 更是不可能了。可以想一下，就在这2个月的时间里，是有多少散户都被甩下了车的，所以更不要说是5年的投资周期了。5月份我记得是ARK 1年来首次有资金净流出，数额也是创出了基金成立以来的历史新高。我知道频道里有很多观众可能并不是只对成长股感兴趣，投资风格也不一定就是 buy and hold 钻石手，有时候也会去想要了解一下短期市场动向，短线里有没有什么操作机会。这里再次给大家推荐一下 Tom Lee， 最近观察下来，感觉这位大哥短线把握大资金流向的能力还是挺不错的。去年年底的时候就精准的捕捉到了这次的板块轮动，年初的时候给出的标普年终目标点位是4300点，要知道去年咱们可是刚刚经历了一次大牛市，当时很多人都觉得今年速度会放缓，但是 Tom Lee 说2021年股市会继续走出一大波行情，今年这才过了一半，已经是达到了他4300点的目标价了。这种半年就 15% 的涨幅已经能够排进美股历史里的前10了。在上周的时候 Tom Lee 又上调了他们的年终目标价，说年底前大盘能够继续上行到4600点，还有 7% 左右的涨幅。一起来看一下他在接受采访时候是怎么说的。Fundstrat's Tom Lee just hiked his year-end S&P 500 price target by 7% to 4,600. That ties for a street high. Tom joins us right now. Tom, great to have you with us. Great to be here. You're not worried about slowing growth compared to earlier this year, an economy that reopened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year and an economy that will sort of normalize in the back half of the year with the threat of tapering in some form? I think that, I don't think recovery is a straight line up, but from what we can tell, looking at both earnings revisions and conference calls and really talking to clients and businesses, I think there's still quite a lot of pent-up demand. I think both on the consumer side, right, there's the revenge spending, and then with both wealth effect and rising stock prices, strong credit markets, I think there's a corporate CapEx cycle coming, which is essentially corporate revenge CapEx. So I think there's a lot of positive catalysts for surprise in the second half. 这里他主要是从经济基本面谈的，为什么下半年美股会继续走牛。我再带大家看一下这张表格，是自1928年以来标普500上半年表现和下半年表现之间的关系。如果前一年里出现了经济衰退，然后在今年上半年走出了大牛市，大盘涨幅大于 13% 的这种情况，也是和今年最接近的。在过去将近100年的时间里，只出现过12次，今年是第13次。前12次里，下半年的中位数回报率是 9%， 上半年回报率高于 10% 的情况，历史上总共出现过20次，在这20次里，下半年的中位数回报率是 7.7%。所以如果从这些数据去看的话，似乎 Tom Lee 喊出的下半年继续走牛 7% 的回报也没有感觉那么夸张了。即使前一年里没有出现经济衰退，如果大盘上半年走牛，下半年里继续走牛的概率也是很高的。比如在上半年里回报率超过 13% 的，历史上有过16次，在这16次里，下半年的中位数回报率是 9%， 上半年超过 10% 的有27次，在这27次里，下半年中位数回报率是 9.6%。 这个就是美股强大的动能效应。不过即使说今年下半年情况比较特殊，没有走出历史平均水平的话，可以看这张表里统计的下半年最差的情况应该也不至于说崩盘。在历史里，上半年大牛，下半年崩盘的情况100年的时间里也只有过一次，就是在1987年，上半年是 25.5%， 下半年是负的 18.7%。 所以如果咱们把经济基本面加上100多年的历史数据结合起来看的话，我觉得 Tom Lee 给出的年底4600点的位置还是有盼头的。但是这里要说到但是了啊，还是同样的历史数据，在7月份股市的表现一般都不会太好，中位数回报率只有 0.4% 和 1.5%。12次当中有6次都是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回调的，最高回调幅度是1986年的负的 5.9%，
所以这里给大家打一个预防针，接下来的1个月里，大家要提前做好股市会大幅波动的心理准备。那么这个时候，估计很多朋友都在想了，大盘这么牛，已经排进历史前10了，怎么我的账户年初至今还是负的呢？我也只关心下半年里我的账户应该怎么布局。OK， 继续来看采访。So you still like energy? Energy was a sector leader first half. You think that's still a winning ticket in the second half? Yes. To us, energy really sits in a special spot because I know investors, kind of cool to the idea of some inflation plays. But energy and oil really is a supply-demand sector that's got very attractive fundamentals. And then energy stocks have a huge catch-up trade to that. So it remains our top idea. Tom, sorry, the COVID trade, excuse me. Where are you on names that really actually underperformed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year after being the story of 2020? So to the extent, I know you spend a lot of time going through screens and evaluating underperformance. There are some really gross underperformers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year. What do you think about some of those trades? Tim, if you're referring to some of the secular growth and like the FANGs, I think they're going to be leaders in the second half. I think their turn really came when interest rates and the panic about inflation cooled off in March, and that's shortly after those stocks bottomed. But when I look at the second half, I think you're absolutely right. If the S&P is going to end the year up 25%, and our rationale for doing that is that strong markets stay strong, then something like Apple or Amazon, which are up 4 or 5%, they could have a second half of 20% just to catch up to where the S&P ends the year. So I think there's going to be a huge amount of price appreciation coming from tech and FANG and some of these secular growth names. And part of it is, we're not necessarily out of the woods in terms of COVID as well. I mean, I think there's still some uncertainty from investors and their willingness to embrace epicenter stocks broadly. Tom Lee 目前最看好的2个板块，能源加大科技。能源股不多说了，之前专门做过一期视频，讲他当时看好能源股的逻辑以及能源股要怎么玩，感兴趣的朋友们也可以去看一下。不过这里多提一句的就是 Cathy Wood 在6月21号给投资者发布的邮件里说的是，他并不看好油价。原话是，在过去6周的时间里，木材价格从1686点降到了897点，下跌了 46%， 铜价从4.77块下降到了4.12块，下降了 12.78%。ARK 认为油价见顶可能也会紧随其后了。目前来看的话，油价依旧是势头很猛，短期内似乎是并没有要向下拐头的迹象。再说科技股这边 ，Tom Lee 他们公司刚刚把科技股上调评级，也就是在6月初通胀的故事线刚开始消退的时候。所以我说这位大哥洞察市场短期走势、资金流向的能力还是挺强的。毕竟他是在华尔街做投资顾问的，经常是和机构客户交流，而且是要给他们提供自己的意见的，所以势必就要关注中短期的大盘走势，然后才能给客户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如果他给客户的目标价也是5年之后的话，那估计饭碗都要不保了，因为大多数投资人关心的应该都是下个月股市会怎么走。相比之下呢，木头姐就可以稍微任性一些，只要是自己觉得对的决定就一直坚持下去，忽略短期内的市场波动，而且也是已经通过社交媒体把自己的想法和客户汇报过了，是否认同就交给投资者自己决定了。不认同的话呢， ETF 流动性也没问题，随时可以撤资。再来看科技股这边，其实我是比较认同 Tom Lee 说的，下半年科技股将成为带领大盘持续走向新高的主要驱动力的。看一眼大科技泛这半年的走势，有3只大幅跑赢大盘 ，Google 48%， Facebook 31%， 微软是26%，还有3只大幅跑输了大盘，亚马逊8%， 苹果7.2%， 奈飞只有1.27%。在过去10年里，纳斯达克全年跑输大盘的年份其实只有2次，2011年和2016年。而且这2次也都是小输，一次落后 1.8%， 一次落后 2.04%。但是在跑赢标普的年份里，一般幅度都会比这个高出很多。从概率学角度出发的话呢，我也是相信今年年末的时候，纳斯达克还是会实现反超的。而且 bottom line 是，哪怕今年是个特殊的一年，因为实体经济得到强势复苏，科技股并没能够逆风翻盘，最差的情况我觉得就是消耗一点时间成本。这些科技巨头个个都是要盈利有盈利，要增速有增速，估值和他们业绩相比的话也并不算高，所以目前这个价位如果现金充裕的话，我肯定是更愿意去买纳指多过买标普的。不过下半年里我个人的操作策略依旧是抱紧手里的 Wood Stocks， 如果牛市继续，大科技走出行情的话，我觉得ARK股还是能够跟在屁股后面偷偷吃肉的。这些股票盘子小，贝塔值偏高，牛市里涨幅大概率也是会更高一些。OK， 最后再来看看 Tom Lee 在采访中关于比特币的看法。
他自己呢也是比特币的超级大多头。之前我视频里提及过的类似的看多的言论就不多说了，这里只补充一个新鲜观点。他看好整个加密货币市场很重要的一点，也是根据当下美国的人口结构，千禧一代就是生于1981到1994年间的，现在年龄就是在25到40岁之间。这一代人马上就要成为美国经济的主力军了。这代人的特点是什么？第一，从小就接触网络，家用电脑，大部分对加密货币本身就比较有好感，起码也是不抗拒。第二，在金融危机的时候，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父母辈的财富被银行洗劫一空，对现有的金融体系本身就是比较反感的。而且他预测，在未来20年里，之前美国最富裕的 Baby Boomers 战后婴儿潮这一代，他们即将退出历史舞台了。在这个新旧交替的过程当中，将会有大量的财富转移到 Millennial 这代人身上，让他们直接成为美国历史里最富裕的一代人。所以综上所述呢，他认为加密货币市场将会是一个 multi-decade story。 OK， 一起来听一下采访里他是怎么说的。So, Tom, I don't disagree with you. I fully agree with you when it comes to the FANG trade, but I've got a question for you about Bitcoin. Where do you stand right now? We've had this volatility of Bitcoin where we were up above 60,000, pulled back underneath 30,000, and we've been kind of hanging right around this area right now, at least for about 36,000, 35,000. Where do you stand right now? Do you see more upside at this point in time, or do we see ourselves just sort of backing and filling? I think Bitcoin's acted really well because, the rug was pulled out from under it this year from both the combination of the threat of, taxation and regulation in the U.S. and then essentially an outright national ban in China on mining. Those two things could have caused a crypto winter, but instead Bitcoin really held around 30,000, which I think is a really important level. And now I think look, it's going to consolidate for a bit, but I don't think it's impossible to say that Bitcoin could exit the year around 100,000. So I think we're still, in the bigger fractal, still a long-term positive story for Bitcoin. It's really about both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financial system, but also the fact that it's a generational play. This is one of the big sort of, multi-decade stories, and I think it's really held up well in the face of bad news. 大哥胆子也是很大，这个时候依然敢喊出年底比特币有可能达到10万这种话。不过这种话我是觉得大家听听就好，不要抱有太大希望。大哥在2018年的时候也喊出过年底目标价2万，结果熊市来了，比特币价格最低的时候跌到过3000。目前加密货币市场这种行情，反正我是看不出下面会怎么走。但是这些我觉得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提前想好策略。我自己的加密货币仓位已经是不小了，目前价位也没打算加仓。如果市场下半年走牛了，那只能是随它去了；如果走熊了，我肯定是会继续加仓的。有现金的话就直接拿现金加，如果现金不太够的话，甚至会考虑卖掉一部分股票来换仓加密货币。OK， 今天视频有点长，最后再稍微总结一下重点。下半年大盘整体走势依旧是看多，但是根据历史数据看的话，7月份是不确定性最高的一个月份，要注意回调的风险。细分领域内最看好的板块是科技股，尤其是 FANG。不过我个人的策略是拿稳我的ARK概念股，大科技飞的时候就跟在屁股后面喝口汤，等大科技飞不动了，可能就是小科技开始群魔乱舞的时候了。不过这个策略最大的不确定性就是不知道大盘能不能够撑到那会儿。长期来看的话呢，我是觉得美股里的定时炸弹还是挺多的。之前承诺过的说点赞过3000的话是要做一期视频单独讲讲这个事儿，我还没忘哈，也是肯定会兑现这个承诺的，不会让大家白白给我点赞，是不是？既然话都说到这儿了，这期视频结束之前大家也顺手点个赞呗。没有，开个玩笑。如果觉得这期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再点，没帮助的话也可以订阅一下九的频道，没准下期视频就会对你有帮助了。OK， 那今天的视频就暂时先带到这里了，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了个拜。